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功夫只是适合老人和孩子们锻炼身体用。日本空手道冠军来滑踢馆，扬言中国功夫只适合老人和小孩锻炼身体用，到了擂台上也是不堪一击，连给日本空手道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果断报名参加比赛，是要打废嚣张的小日子，让其见识一下中国功夫的厉害。随之而来的一记转身后摆才是整场比赛的点睛之笔。小日子就像是丢失了尾巴的壁虎，疼得他嗷嗷惨叫，痛不欲生。这绝对是日本人看了后槽牙都能咬碎的一场比赛。韩飞龙的师傅是太极第23代传人王占军，从小就跟随王占军参加各种巡演以及太极功夫的演示，深得王占军的信任。于是韩飞龙很快就把太极功夫带到了国际擂台。作为将中国功夫与自由搏击融合在一起的第一人，一招太极八卦舍身踢让韩飞龙打得出神入化。大部分来滑踢馆的人都已经被韩飞龙劝退，不过总有一些不怕死的小日子来滑嚣张挑衅。这一次韩飞龙不再放纵他们，保护中国功夫不受他人羞辱，维护中国功夫的威严就是韩飞龙的底线。谁碰韩飞龙的底线，谁就会死得很惨。日本空手道冠军朝仓丰树率先一步触碰到了韩飞龙的底线，那就让韩飞龙好好给他上一课。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韩飞龙的精彩表现。白色长裤是中国太极功夫实战第一人韩飞龙，蓝色短裤是日本空手道冠军朝仓丰树。吊儿郎当的朝仓丰树一看就是挨揍的料，被打了个踉跄的朝仓丰树还在嘻嘻啊哈哈。看来这家伙是真没把韩飞龙当一回事。这家伙在赛前就已经激怒了韩飞龙，嘲讽中国功夫，羞辱太极功夫，这些是韩飞龙坚决不能忍让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韩飞龙用了一个舍身踢，非常漂亮的一个舍身踢，直接 KO 对手。我们看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选手朝仓丰树是什么样的表现？怪不得韩飞龙穿着这样一个长裤，对，很有特色的这么一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拳这个风格哈。面对眼前这位疯狂羞辱中国功夫的朝仓丰树，一言不合就往死里打，拿着沙包大的拳头使劲往朝仓丰树脑袋上抡。这家伙非常可恶，触碰到韩飞龙底线的朝仓丰树竟然还在笑。刚才那一波猛攻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韩飞龙依然保持十足的警惕性来与朝仓丰树展开对抗。但是刚才一个转身后蹬，然后一个下劈，最后那个朝仓丰树达到了空当，打了一个迎击。对，这套动作呢，这个韩飞龙做的非常流畅。后手直拳接前腿的高扫，韩飞龙及时躲过去了，然后这个动作太戏剧化了。朝仓丰树的一个失去重心，用力过猛，失去重心滑倒了。看朝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朝仓丰树，太极功夫实战第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说要揍他1秒都不耽搁。暴揍朝仓丰树并不是韩飞龙的最终目的，慢慢折磨致死才是韩飞龙的最终目标，直接将其 KO 那多没意思。不过日本空手道冠军朝仓丰树确实很厉害，挨到了这么多次有效进攻，依然还有反抗意图，看来韩飞龙打的还是太轻了。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好，拨开正蹬，反击后手直拳，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是的，还是打出了这个赵子龙的气势。对，刚刚在倒地的时候，可能碰到了这个朝仓丰树的这个裆部，所以才跟裁判示意啊。好，前摆，下劈，这个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武术的？跆拳道，一开始是跆拳道里的技法，下劈的，只是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这个力道比较大。注意看。太极八卦舍身踢再次被韩飞龙实施了出来，伤害虽然不是很大，但侮辱性极强。幸好比赛结束了，不然朝仓丰树后续还要挨到很多暴揍。对，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从第一局第2回合开始了。太极功夫最注重的就是拳脚组合进攻，韩飞龙又把王占军的太极拳招式学到了精髓。一波对拼以后，朝仓丰树开始搞事情，示意裁判韩飞龙有击打脑袋的嫌疑。打拳打的不就是脑袋吗？这家伙完全就是在诋毁裁判。防不住打不过的朝仓丰树越来越搞笑，
被放倒之后还在嘻嘻哈哈，不把韩飞龙当一回事。看来招仓枫树的抗击打能力非同一般。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在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判的那个因素。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招仓枫树从裁判看招仓枫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要提出来要注意一点。完全看不懂招仓枫树在干嘛，一会儿在原地蹦蹦跳跳，不把韩飞龙当人来看看，下一秒就又被韩飞龙放倒在地上。招仓枫树依旧是保持挨揍不哭的原则，重新站起来投入到战斗之中。不能说韩飞龙的拳头力量不够，只能说招仓枫树这个家伙的狗皮实在是太厚了，普通的进攻完全打不动他。屡次遭受重创的招仓枫树心态十分完美，丝毫不会影响到他美丽的心情。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招仓枫树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点迟疑了。看招仓枫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做出一些攻击。此时的招仓枫树根本不敢和韩飞龙展开对抗，娴熟的太极招式打的招仓枫树开始害怕。不管怎么说，招仓枫树就算是块石头，那也应该能感觉到身体上的疼痛。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竟然还能在擂台上蹦来蹦去。韩飞龙就是看他不顺眼。多么严肃的比赛，招仓枫树竟然公然哄堂大笑。这家伙的屁股难道也是钢板制造的吗？被摔了这么多次，屁股依然能保持十足的弹性。对，斜下劈下来的。不过是招仓枫树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分，为什么韩飞龙要耗费时间做一下这样？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一出腿我就让你倒地，一出腿让你倒地，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距离，你的节奏就会被打破。是，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3局比赛，双方决胜局非常友好的抱了一下。韩飞龙连续的组合拳，但是第3回合开始了，韩飞龙发怒，谁也拦不住。实在顶不住进攻的招仓枫树实施了一次搂抱，结果韩飞龙根本不惯着他，直接就把这家伙扔了出去。重新站起来的招仓枫树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女孩子，疼得他全场蹦跶晃悠，最终找了一个凉快点的地方跪了下来。从他崩溃的精神面貌就可以看出，招仓枫树有很大几率会变成一个女孩。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枫树的大腿的。对，后脚有素质的，为这个日本选手响起了掌声。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好，连续拳法组合进攻，但是被这个招仓枫树抱住了。又是一个舍身踢。韩飞龙一直都没有忘记一件事情，那就是实施他那精准度极高的太极八卦舍身踢。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招仓枫树总共被摔了18次，每一次这家伙都能重新站起来投入到比赛之中，耽误什么都不能耽误招仓枫树挨揍。在韩飞龙面前，这家伙所实施的任何招式都是漏洞百出，就算出其不意打出了一招转身边拳，韩飞龙照样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躲闪。转身后摆，但是幅度过于大了，然后韩飞龙一个低头，稍微低头躲过去。双方拳法互换。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我们的日本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连续的组合拳追击。
韩飞龙步步紧逼是吧？对。日本选手这架势啊，有点打野架那感觉。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的20秒，留给招仓枫树的时间真不多了。再不调整状态与韩飞龙展开对抗，招仓枫树绝对是必输无疑输定了。最后的时刻，韩飞龙再次上演了一次太极八卦舍身踢。再次舍身踢，再次亮丽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有几次非常就是奇特的这种舍身踢啊、下劈腿啊，幅度非常大。但是呢，日本选手的动作也很大，双方呢经常因为动作大，所以双方动作没有施展开的时候，双方身体就撞在了一起，所以双方就出现很多搂抱和。比赛结束了，韩飞龙获得了胜利，整整暴揍了招仓枫树3回合9分钟，这就是羞辱中国功夫的下场。暴揍只是一个开始，真要是招仓枫树还敢对中国功夫大言不惭，结果坚决不会是被暴揍这么简单。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韩飞龙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